奶奶，我想看您年轻时候的画像嘛。听爹爹说，您年轻时可是京城第一美人。你这小皮猴，净听你爹瞎说。不嘛，我就要看。好奶奶，您就带我去看看吧。好，拗不过你。画像在书房收着呢，奶奶这就去给你取。哎呀，怎么把文山的东西打翻了？文山亲启，这簪花小楷写得如此婉约秀气，定是出自女子之手。文山，自你走后已有3日，思念如风盼君回。我已经戴上了你送我的玉簪，感觉就像你在我身边。40年前，竟然是40年前。那年我刚与谢文山成亲。夫人，我喜好山水，京中所事，别辛苦你了。夫君放心去吧，我会守好这个家。我体谅你生性冷淡，体谅你寄情山水。我守在京城40年，竟不知你在江南还有一个家。谢文山，你已经是60岁的闵平侯了，你瞒了我整整40年。我15岁嫁你，至今40年，原来我这40年的人生，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原来你不是生性冷淡，你也会热情似火，也会体贴入微。只不过这些明晃晃的偏爱，你早就默默给了别人，再也分不出来给我。半天不见你人影，不是说好了今日家宴，还不换衣准备？谢文山，当年那个当众求娶我的热血少年，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副虚伪模样？我若有幸娶得姑娘，必定一心一意，45子才考虑纳妾。我今日劳累，不想去了，你自己吃吧。你在说什么？家宴都安排好了，孩子们都等着，你在闹什么脾气？我不想吃，我觉得恶心。你为何这样看着我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怎么能长了这么虚伪的一张脸？谢文山，当初你为什么要跟我求亲呢？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当众立誓追求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你在发什么疯？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思念如风，盼君回。欧瑶青，你翻我的书房了，我和燕雪的信你也看了。我说你今天怎么阴阳怪气？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燕雪是我的师妹，她自守寡后独居，我与她来往，在生活上帮她一把，怎么了？你我夫妻40载，你还信不过我的人品？人品？我信了你40年，换来的却是你精心编织的骗局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娘，你和父亲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有什么可吵的？不就是一些信吗？父亲是和柳姨有来往，可是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计较的？你知道他和柳燕雪的事？是，我之前下江南跟父亲一起去看过柳姨，柳姨是父亲的师妹，两人青梅竹马，可是却错过了。她后来落难，父亲照顾照顾，怎么了？你为了这点小事跟父亲争吵，也不怕传出去惹人笑话。父亲这多年不纳妾，在上京已经是很难得了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？柳姨我接触过，很通情达理的，她和父亲情投意合，却不要名分，不愿进府避你锋芒，你何必咄咄逼人？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，去跟父亲赔礼道歉，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。若是时间久了，父亲真的不理你，你后悔也晚了。这40多年，他理我与不理我有什么分别吗？他又何曾真正理过我？哄骗我进门，又冷淡至极，就连那点事儿也是敷衍。那信里的浓情蜜意，何曾给过我半分？你总是这样强势逼人，非要揪根问底。从小你就守着规矩，就连我都觉得想逃，更何况父亲呢？娘，女子应当温婉顺从，柳姨就从来不会疾言厉色。莫说父亲，就连我见了也喜欢。你给我滚！你爹不纳妾，是因为他在皇上和你外祖面前发过誓。你以为他是如何求娶的我，又如何获得这闵平侯的爵位？你父亲毫无背景，混迹官场，
我若不展露锋芒，帮着他周旋谋划，他还不知道要怎么艰难。至于你小时候顽劣，若不是我逼着苦学，何以能成才？怎么，你们父子享尽了富贵，如今倒嫌弃我强势了？瑶群，是我错了，对不住你，瞒了你这么久，是我不对。可我从未想过伤害你，瞒着你也是怕你伤心。谢文山，我们和离吧。啊！统统扔出去！孟瑶清，你这是要把我赶出房去？书房已经收拾好了，谢侯爷请吧。吉祥，带人去账房，把我的嫁妆单子翻出来，一分一毫，清点清楚。是，姑娘，老奴等这一天等了40年了。或许是我这些年对他太过骄纵，他都忘了我的身份。咱们家是武将，与那起子文人有什么话说？我觉得不好，出身也一般，难不成让我的娇娇嫁过去受苦？可是他立誓说自己不纳妾，这一点倒是还行。这个家多亏了有你，文山对不住你，你多担待。当初只当他是说谢文山性子冷，如今回头看，那一大家子竟然都在骗我，只有我是个傻子。我的嫁妆和财产都已经整理好了，你早日在和离书上签字吧。瑶清，你何至于此？我们到了这个岁数，你这不是让人笑话吗？我孟瑶清一生光明磊落，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哪怕有朝一日到了地下，面对你谢家列祖列宗，我也挺得直腰杆。我怕什么笑话？我明日就会搬走。娘，你和父亲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折腾什么呀？不就是一个女人，反正远在江南，也碍不着你的地位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就是啊，娘，你这样闹腾，我在婆家也抬不起头来。少爷小姐，做人可得讲良心。你娘受了这样大的委屈，你们一点都不心疼，只顾着自己的脸面，当真是狼心狗肺。走，快走，别在这里气姑娘。姑娘，谢文山那边又送东西来了，都是些精巧的玩意儿。现在想起送东西了，迟了40年的体贴，我嫌脏。老太君，外面来了一辆南方的马车，柳烟雪来到了上京，已经进侯府了。什么？姑娘，这姓柳的也太蹬鼻子上脸了。他一来京城，侯爷就跟咒了魔一样。他被侯爷安排在了正院西侧的暖阁里，那可是当年您特意辟出来给老夫人养病的地方。侯爷前几日还天天往这里送吃食玩物，如今人一到，连个问候都没了，当真是半点脸面都不给您留。气什么？他不来，倒省了我看着心烦。来福，你带2个手脚利落的，即刻快马赶赴江南，把柳艳雪从嫁人到如今的所有过往，一桩桩一件件都查清楚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我倒要看看这江南来的弱女子，究竟是真菩萨还是画皮骨。这点心意，嬷嬷们拿去吃茶，往后还请多多关照。子恒，这是柳姨亲手做的护膝。明华，这是江南时兴的胭脂，衬你的肤色。柳姨真是有心了，您身世这么可怜，性子却还这么好。燕雪如此通情达理，实在太体贴人心了。夫人，这是江南茶坊的录引，还有初步查到的消息。传令下去，务必把他当年被休的原因查出来给我。是。夫人，那边传话回来，柳氏当年离了夫家，另有隐情。下去吧。往后我若要替侯爷分忧，府里的田产铺面、月例开支，总得先有个数。把近3年的总账拿来我瞧瞧。柳姑娘，账房重地，侯府账目向来由主母定断，没有侯爷和老太君的吩咐，奴才不敢给您看。管家这话倒像是防贼。奴才防的不是姑娘，是侯府规矩，规矩立在这儿，谁来了都一样。若是侯爷让我看呢？那奴才自然开柜奉账，可眼下奴才只认吩咐。管家守规矩，我记下。账门一开，
侯府的风就该乱了。谁给你起手了？我知道自己身份尴尬，不敢争什么名分，只是想着你日日操劳，想替你分担些府里的琐事。我今日去了账房，连账簿的边儿都碰不得。下人当着伙计的面拦我，倒像我不是来帮你，是来觊觎侯府的东西。燕雪，我不怨他们，毕竟侯府的账只认主母，我算什么呢？你是我心上的人，轮不到几个老奴作践。我只怕为难你。明日我便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侯府真正说话的人。从今日起，府里田产铺面月例出入，先报给燕雪知道，他看过账房再入账。侯爷，账房旧例也是人定的，怎么孟氏不在府里，这侯府就没人能管了？爹说的是，柳姨心细，又一心为爹分忧，由他照看府中琐事，最合适不过。可主母印记尚在夫人手里，若账房越过夫人，只怕日后说不清。说不清，本侯的话还不够清楚。奴才遵命。去账房盯着，他若伸手拿一封银子，立刻把条子给我抄下来。少夫人是要拦他吗？不拦，蛇不出洞，怎么量他有多长？瑶青，你倒真坐得住。那女人都摸到账房去了，你还在这里煮茶？侯府账房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主母的命门，你再不回去，她下一步就该踩到你头上了。几位姐姐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先喝茶吧，这茶是新出的，入口苦，回甘快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茶？急火烹茶，茶会涩；急着争权，也一样。你就不怕他真把侯府账本攥在手里？账本在谁手里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谁先忍不住伸手。在那污秽地里争抢这点蝇头小利，才是真的浪费性命。他要账就让他碰，烫不烫手，他很快就知道了。少夫人，账房那边有动静了，这是柳氏今日支取银两的条子。他刚拿到权，就敢支银两。账房的人说，柳氏拿着侯爷的话去的，老管家拦不住。他知道账房的门一开，银库的门也就开了。要不要送去给夫人？不急，等他多伸几次手，账厚了才好算。继续盯着他，每动一笔就给我抄一笔，别惊了他。是。姐姐，我知道我这次进京惹姐姐心里不痛快，我这次来，一是给姐姐赔个不是，二是想劝劝姐姐，跟师兄置气也该有个限度。姐姐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子恒和明华想想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不好吗？我与谢文山合离不合离，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不劳你一个外管操心。你无名无分地住进闵平侯府，说到底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外人，也配叫我姐姐教我怎么过日子？不送。叶雪，这是怎么了？姐姐她当众羞辱我，骂我是上不得台面的外室，半点活路都不给我留。我本是一片好心去劝和，谁知竟惹得姐姐如此大怒。孟瑶卿，她简直欺人太甚！爹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去找那泼妇理论，他凭什么这么践踏燕雪？您现在去了，只会跟娘吵得更凶，反倒让外人看了笑话。他孟瑶卿敢这般羞辱燕雪，便是不把我谢文山放在眼里。好得很。拿着，往后这府里的事都交给你，再不用旁人过问，由我给你撑腰，谁也甭想给你半分气手。侯爷如此待我，
叶雪便是死也值了。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这府里的女主人。采买、库房、门房都归你管。好好的侯府，愣是叫一个外室搅得乌烟瘴气。嫌乌烟瘴气，那你趁早递了辞呈，滚出侯府。大奶奶，柳夫人那边把老管家都骂了，库房、门房全换了他的人，咱们真不管吗？管，我拿什么管？公公宠她，夫君也向着她。去回话，就说我病得起不来，府里事务一概管不。去江南的人传回信了。丈夫早逝，孤身守寡。柳燕雪，你这戏演的可真是甚，难怪她跟了谢文山40年，连个一儿半女都生不出来。这些银两加急送往江南，给兄嫂添些进项。柳姑娘，府里的现银周转不开了，再这么支取下去，连下人的月例都发不出来了。放肆！你这狗眼看人低的奴才，连侯爷的钱都敢管，滚出去！乔姐妹，那就是闵平侯，放着堂堂永义侯府的嫡女不珍惜，偏偏宠着个外室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小姑子也真是可怜，亲娘跟爹闹和离，爹放着正室夫人不要，宠着个外室。如今京城里谁不笑话你们谢家？我们家娶了你，真是连脸面都跟着丢尽了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找娘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可这事儿怪只怪你娘执意要闹和离，才让你在婆家受了委屈。怎会？娘，婆家的人都笑话我，说我娘跟爹和离，我连娘家都靠不住了。为什么娘？你为什么非要和爹和离呢？你现在知道在婆家抬不起头了。那当初我发现你爹那些信跟他撕破脸的时候，你劝我忍气吞声，别揪着不放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的局面？娘，我知道错了，可事到如今，您就别再闹了，行不行？您跟爹服个软，回侯府去，坐稳了老太君的位置，婆家的人就再也不敢笑话我了。娘，我求求您了。我忍了40年，忍到头发都白了，忍到黄土都埋到胸口了，现在不想再忍了。你要是想在婆家站稳脚跟，就自己立起来，别想着靠我给你撑脸面。你回去吧，好好想清楚。好孩子，快别哭了，你娘那是性子太犟，往后有柳姨和你爹在，定不会让你受了委屈。娘真的太固执了，非要闹成这样才甘心。7日后，我要宴请同科好友，摆几桌宴席，你来操办。侯爷放心，燕雪定然把宴席办得妥妥帖帖，让您脸上有光。换便宜些的，反正他们也喝不出来。如今这世道真是变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顶着侯府主母的头子出来应酬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孟瑶清，都是因为你占着位置，才让我受这种屈辱。只要你还在一天，我就永远抬不起头。孟瑶清，你给我出来！你都要和侯爷和离了，还占着正妻的位置干什么？赶紧签了和离书滚蛋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！我和侯爷40年情比金坚，你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摆设罢了。我们姑娘说了，和离书只等谢文山签字，轮不到你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上门致会。连侯府的门都没名没分的住进去，也敢自称内主母，也不怕笑掉别人的大牙。
孟瑶清，我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！侯爷，姐姐当众辱骂我也就罢了，还让下人把我拦在门外，我丢点脸面没关系，可她这是半点不顾您的脸面啊！孟瑶清真是越来越跋扈不讲理了。你放心，这委屈我定会替你讨回来。子恒，只要你娘肯回府，侯府的脸面就保住了。你在朝堂上也不用再受那些风言风语，他最疼你，你去劝他定能听进去的。柳姨放心，我这就去劝娘，不能任由她这样闹下去了。娘，您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为了一个外事斤斤计较，连侯府的脸面都不要了。柳姨身世本就可怜，您何必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让人笑话？子恒，少说两句，别气坏了姐姐。这一巴掌打你是非不分，认贼作魔。姐姐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动手打孩子呢？有什么怨气，你冲我来就是了。冲你来，你也配？3年前无所处，苛待卧病婆母，顶撞长辈，被夫家持金帖休妻。柳燕雪，你根本不是什么丈夫早逝，你是被夫家休掉的弃妇。你胡说！给我！孟瑶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侯爷，您可算来了。姐姐她不知从哪儿编造了些谎言，污蔑我的清白，还当众羞辱我、打我。燕雪死不足惜，可姐姐怎能这样毁我的名声？您一定要给雪做主啊！别怕，孟瑶清，你心胸未免太过狭隘。不过是一些陈年旧事，你非要揪着不放，非要毁了燕雪的名声才甘心吗？我们夫妻40载，你就半点信不过我的人品？人品？谢文山，你也配跟我提人品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护他多久。你瞒着我私养外室40年，拿着我的嫁妆养你的心上人，对外立着不纳妾的君子人设，欺瞒皇上，欺瞒我，欺瞒全天下人。我问你，这些年的谎言，你到底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父亲，你之前跟我说你和柳姨是青梅竹马，是迫于外祖家的权势才不能相守，你还说那些信不过是友人间的正常往来，这些话到底哪些是真的？别废话了，签字吧。他竟然是玩真的！我本以为他只是受了委屈闹闹脾气，等回了侯府，他依旧是那个操持家事的贤妻。可现在这样，瑶清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我对不住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都这个年纪了，突然闹和离，传出来只会让人笑话，你让孩子们的脸往哪里放？笑话？你谢文山私养外室40年都不怕人笑话，我孟瑶清光明正大和离，怕什么笑话？谢文山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现在就在这和离书上签字，我们好聚好散；要么我拿着这些信件和证据去金轮殿告你欺君之罪。你当年在皇上面前立誓，一生不纳妾，不会辜负永历侯府的信任。如今你做的这些事，够不够得上满门抄斩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字我绝不会签的。你去吧。母亲，我……姑娘，这姓谢的也太不要脸了，他分明是想拖着您啊。他拖得起，我也拖得起。谢文山不肯签字，无非是怕我和离之后会断了侯府的财路，更怕永义侯府来算账。他以为拖着我就会如从前般心软，但我忍了40年，早就忍够了。侯爷，那孟瑶清手里攥着证据，万一他真的闹到金銮殿，您的爵位就保不住了。不如干脆签了那和离书吧。你懂什么？签了字，侯府的开支谁来出？那些亏空拿什么填？再等等，瑶清不是不识得体的人，消了气，他自然会回来的。我要把这些年我投给侯府产业里的银两，借给侯府周转的铺面全部收回来，每一笔要算得清清楚楚，所有铺子无一例外，明白了吗？是。主家有令，从今日起，闽平侯府不得再挂账分毫，
那个牌子也摘了吧。好，好。世子爷，这账面上已经空了大半，再不想办法，府里下人的月例都发不出来了。原来以前风光的进项全是假的，竟然全是靠母亲的嫁妆在填补亏空。烦请转告刘老板，侯府只需接借5000两。世子爷，请回吧。我家老爷说了，如今侯府风雨飘摇，我们这小本生意可不敢放贷。爹，现在府里连下锅的银子都快没了，要么你去求娘回心转意，要么你就把柳氏送走，别再让她天天挥霍无度。再这么下去，侯府就要垮了。放肆！我养你这么大，连家里这点开支都兜不住，还有脸来怪我？真是没出息！我难道真的做错了？听说了吗？闵平侯府的老太君要和离了。谢文山真不是个东西，靠着岳家发迹，竟饲养外室40年。可那孟瑶卿也是一把年纪了还闹和离，不顾儿女脸面，简直丢了勋贵世家的脸。瞧瞧，家里都闹翻天了，还有心思上朝呢。谢大人，先齐家，方能治国。滚开！我看谁敢拦我！娘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知不知道全上京都在看谢家的笑话？我上朝都被人指指点点，你就不能收手吗？你去跟父亲赔个道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行不行？收手？我被谢文山骗了40年，熬了40年，现在只想为自己活一次，凭什么要收手？凭什么要去给他道歉？你就算和离了，以后老了怎么办？谁给你养老送终？你都这个年纪了，离了侯府还能去哪里？我的嫁妆不够我安度余生，就算我死了，也轮不到你来给我养老送终。把他给我赶出去，以后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谢子恒再踏进别院半步。娘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姑娘，您看您这几日气色好极了，连鬓角的白发瞧着都像少了几根。没有了侯府那些烦心事务，不必应付冷脸的夫君，更不必操心不懂事的儿女，这心自然就宽了。谢文山以为不签字就能困住我，却不知我在这别院里才真正活了过来。刘小娘，这府里采买的银钱已经超支了，初夏说给主子们备的燕窝也对不上数。行了行了，这点小事也来烦我，照着往常的份例减半就是了，剩下的银子我还要置办新衣裳呢。来，诸位同僚，这可是府上珍藏的好酒，请。谢大人，这酒味道似乎淡了些。这菜是馊的，哎呦我的肚子！谢大人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快扶我回府请郎中！你当初信誓旦旦说能办好宴席，结果呢？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也是为了给侯府省些银子。省银子？你给自己买首饰的时候怎么不想着省银子？若是姚青在，绝不会出这样的差错。谢文山，你说什么？我为了你无名无分跟了你40年。我操持这场宴席累得腰酸背痛，你现在竟然拿我跟孟瑶卿比，你竟然还想着他！你没良心，你对不起我！
小娘说她要绝食，谁也不见。叶璇，是我错了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我那是气话。姑娘，您听说了吗？闽平侯府那边闹翻天了，侯爷在暖阁门口求了3天才把人哄出来，这就叫自作自受。这样的结局，我早就料到了。他们那所谓的40年情深，不过是建立在我替他们扛下了所有柴米油盐的基础上。没了垫脚石，风花雪月也抵不过鸡毛蒜皮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口谕，召闽平侯夫人孟氏明日进宫问话。姑娘，进宫问话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万一他们偏袒侯府……臣妇领旨，谢太后、皇后娘娘恩典。别怕，我这辈子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今日我不以闽平侯府主母的身份进宫，我只是永义侯府的孟瑶卿。姑娘这身气派极了，定能压过那些碎嘴的小人。臣妇孟氏叩见太后娘娘，叩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，孟氏，你与闽平侯成亲40载，儿孙满堂，怎就闹到了要和离的地步？你都这个年纪了，这么做未免太过冲动了。是啊，老太君，男人到老都是这个德行，何必较真？你坐稳主府位子，把那外宅捏在手里，随意搓磨便是，何苦让出位置？就是和离出去，让外人看笑话，更让孩子们难做。你忍心看儿女在人前抬不起头？谢文山饲养外室40年，挪用我的嫁妆供养情人，欺瞒我整整1辈子。这些年，我守着空壳子，替他操持家业，换来的却是40年的欺骗。我已经快60了，实在不想把剩下的日子浪费在和人争一个男人身上。我已经快60了，实在不想把剩下的日子浪费在和人争一个男人身上。孟氏，那你和离之后打算去哪里？剩下的日子想怎么过？回太后的话，臣妇有10里红妆的嫁妆，有娘家永义侯府做靠山，天下之大，去哪里都能过得安稳。前40年，我为闽平侯府、为夫君、为儿女而活，往后的日子，臣妇只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，儿媳支持母亲的决定，异地而处。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丈夫拿着我的嫁妆，在外和别的女人恩爱40年，我是万万接受不了的。他与其这样欺瞒哄骗，倒不如光明正大纳妾，至少不会把妻子的脸面踩在地上，搓磨一辈子。婆婆操持侯府40年，上侍奉婆母，下抚育儿女，为闽平侯府耗尽心血，没有半分对不起谢家。她想为自己活一次，没有错。她想为自己活一次，没有错。你自己的日子，你自己做主就好。皇家管得了朝常法度，管不了夫妻间的情分怨举。臣妇叩谢太后隆恩。宫人送孟氏出宫。孟老太君，您真是活通透了。咱们上京这么多夫人里，就属您最有骨气。是啊，这份勇气当真叫人佩服。多谢诸位抬爱，往后山高路远，各自安好。瑶青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对不住你，你跟我回侯府好不好？往后我再也不和柳燕雪来往了，府里的一切都照旧，都听你的。娘，您就跟我们回去吧。以前是儿子不懂事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当初骂我不懂事、骂我强势的是你们，如今见太后都依了我，倒学会回头求饶了。谢文山，晚了。瑶青，姑奶奶，静安来迟了，让您受委屈了。静安，你怎么从西北过来了？回姑奶奶，是爷爷听说了您的事，特意命我日夜兼程赶来京城，接您回西北娘家。前姑爷爷，我爷爷有话让我传给你，我就知道你小子虚伪狡诈，不是个好东西。
当年我妹妹嫁过去，我就瞧着不妥，负心薄情的东西，这辈子最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打得你下不了床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这里是京城，不是你西北的军营。表叔别急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爷爷说的。不如您亲自去西北军营，跟我爷爷说理去。回别院，谁敢拦着，直接打出去！姑奶奶，爷爷和奶奶天天念叨您呢。将军府最好的院子都给您腾出来了，布置的跟您当年出嫁前一模一样。西北有大草原，有终年不化的雪山，可比京城这4方院子好看100倍。您去了保准痛快。等和离的事彻底落定，我就随你回西北。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何至于被个小辈指着鼻子骂，丢尽了祖宗的脸？你现在嫌我丢人了？当年是谁说要护我一辈子的？夫人，这是侯爷签好的和离书。吉祥，去官府改户籍。是夫人。从此世上再无闵平侯府老太君，只有永义侯府的孟瑶卿。娘，您别走，女儿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劝您忍了，求您留在京城给女儿撑腰吧。明华，路要自己走，若是在婆家受了委屈，就去西北找我。吉祥，把给西北准备的礼物都装车吧。是。姑奶奶，时辰到了，咱们出发吧。老太君，真不跟侯爷和少爷小姐们说一声？信已经留下了，往后闵平侯府的兴衰荣辱，都与我孟瑶卿无关。困了40年，这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挪开了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景安，天子脚下，竟敢如此行凶！拿着这些银子回娘家吧，以后过自己的日子。谢夫人救命之恩，谢夫人。姑奶奶，您是不知道，草原上的汉子摔跤，那才叫一个精彩，连女子都能掀翻壮丁。你看，这外面的天地，可比侯府的4方院子大多了。吩咐下去了吗？老太君放心，您名下所有的酒楼、绸缎庄、粮铺，全都收到了消息。往后闵平侯府的人去，1分钱的账都不许挂。做了40年的冤大头，这烂摊子也该让他们自己收拾。谢世子，这可是如意楼3个月的酒钱，整整500两，今天必须结清。还有我们断房的，若是不给，咱们就去京兆尹衙门告官。嚷什么？堂堂侯府还能差你们这点钱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账房掷银子，把人打发了。世子爷，没了，1两银子都没剩下，这比之前那次还难。别说下人的钱了，便是侯爷和世子您的开销都拿不出半分了。不可能！该死，家里的亏空怎么如此之大？就算娘把家里的铺子都带走去了，我们侯府这么多年，难道就没有存下什么东西吗？赤金头面、绫罗绸缎，还有寄往江南的贵票。柳燕雪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府里的现银全被你挥霍光了，连厨房采买都欠了几百两，你竟然还拿钱去补贴你那江南的哥嫂。谢子恒，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我无名无分跟了你爹40年，花点银子怎么了？他在江南时何曾跟我计较过这些？侯爷，外面欠了足足上万两，咱们彻底空了。文山，爹，谢文山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就花点银子，你就摆这副死人脸给谁看？你以前在江南可不是这么对我的。哼，病成这样，嘴里还一直念着孟瑶卿，你心里既然只有她，当初何必接我进京？没了母亲，这侯府竟连个家样都没了。我当初为什么要帮着那女人，逼走自己的亲生母亲？娘，母亲，孩儿知错了，你开门啊！世子爷，别喊了，这儿的人说，老太君早就跟着孟小将军去西北了。小姐妹，你就是闵平侯府的世子，刚被圣上训斥完。闵平侯宠妾灭妻，气走原配，把家底儿都给外室败光了，真是自作自受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看这世子也不是什么好货。
瑶青，我错了。爹，姑奶奶接回来了。姑姑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父亲和母亲在家里天天念叨，急得不行，特意让我带着人来接您。当年出嫁时，这孩子还是个跟在兄长身后的小娃娃，如今已是守卫一方的将军了。严乔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能接姑姑回家是侄儿的福气。姑姑，换这辆车，西北路不平，这车坐着稳当。这草木的香气，真的一点都不像京城那般压抑沉闷。姑姑您看，那是咱西北最肥沃的草场。等您身体养好了，我带您骑马去。姑姑，到家了。丫头，回家了。我的傻丫头，可算回来了。受了这么多，这些年在谢家，该受了多少委屈啊！这里的布置竟和我当年在永义侯府的一模一样。你嫂子知道你要来，提前半年就开始收拾这个院子了。她一点一点照着你当年在永义侯府的样子布置的，就怕你住不惯。路途遥远，身体可还吃得消？西北的饮食重口，若不习惯，尽管吩咐厨子。只要跟家人在一起，什么都好。往后你姑奶奶在西北的日子，半点委屈都不能让她受。谁要是敢乱嚼舌根，议论你姑奶奶的事，直接军法处置，不用跟我请示。孙儿明白。丫头，有大哥在，这天塌不下来，你就在这好好休息。多谢兄长。那一战，我单枪匹马闯入敌营，那蛮子首领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我枪挑了头盔。大哥真是神勇过人。原来外面的世界远比那方寸之地的侯府后宅精彩得多。对了，今日静安在校场操练新兵，那帮小崽子个个生龙活虎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让静安带你看看咱大西北儿郎的气势。姑奶奶，您看我们的这些将士，个个都是能以一当十的汉子，意气风发，这才是活人该有的样子。姑奶奶，我带您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您跟我来就知道。你带我来骑马？哎，我爹不是说了，等您身体养好了，他带您去草场骑马。我这不是先带您来演练演练吗？40年困在小小的侯府里，如今才知天可以这么高，地可以这么远。江南如何我不知道，但西北的风比那侯府里的畅快多了。没钱，到处都要钱，这府里连像样的料子都买不起了。谢文山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这恶妇，当初的温婉全是装的。老太君在世，何曾让老爷受这种气？咱们这日子没法过。有这样的恶妇，侯爷看来是撑不了多久了。公子，沈夫人的嫁妆填进去一半了，可外面的亏空还是堵不上。欠债还钱，你们侯府难不成想赖账？母亲在世，这些杂事从未让我操心半分。原来打理这偌大侯府竟是这般困难。母亲，我知错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谢家大小姐吗？听说你那娘家侯府如今连门房的月钱都发不出了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若不是看在你还有个官身的哥哥，这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说是母亲还在侯府，他们哪敢这样作践我？婆婆在西北也该知道这边的笑话了。走西北的官道，送到老夫人手里就行。老太君，京城沈夫人送来的信。
谢文山病重，柳燕雪撒泼闹事，谢子恒兄妹狼狈不堪，都是他们自作自受，不值得你放在心上。丢了吧，丫头。明天附近的牧民要办那达慕大会，热闹得很，咱们一起去看看，也好好见识见识西北的风土人情，别总困在院子里。好，去看看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来这边。姑奶奶，上次您在草原上跑的那一趟，我身边的弟兄们都还在念叨。今天这那达慕大会，您可得再露一手，让大伙儿开开眼。好。走，咱们也跳一个。谢子恒竟然锁了库房，没银子，我拿什么打点下人？拿什么买燕窝？这些东西搁在暗格里也是落灰，不如卖了换成现银，解我的燃眉之急。臣启奏陛下，闵平侯谢文山治家不严，其妾室竟将御赐摆件变卖至古董铺，此举罔顾君恩，失了勋贵体面，实乃私德败坏。混账！谢子恒，给朕滚进来！微臣知罪，臣定当彻查，求陛下息怒。罚俸1年，如若回去还管不好家事，你这世袭爵位也别想要了，全部发卖，一个不留。子恒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些都是伺候我的人。你这贱人，害得情缘卖嫁妆不说，居然还偷御赐的东西去卖！你想让全家为你陪葬吗？从今日起，换掉所有门锁，把剩下的值钱的东西通通封存，派人给我守住柳氏的院子，不许他踏出半步。老爷，您看看子恒，他要把我逼死了，他封了我的院子，还打我。滚！你这祸害，谢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老爷，安分点儿，再惹是非，我就把你送回江南，再也不管你的死活。丫头，这绣到了我手里，怎么就跟牛马似的，半点不听使唤？你这针脚太紧了，拆了重来。平、齐、细、密4个字，一个都没沾着。你这苏绣功夫，这些年竟没搁下，闺阁里练出来的，重新捡起来也不难。倒是现在总算能绣点自己想绣的了，以前哪有这个闲心？姑娘这手艺拿到集市上，那些夫人们怕是要抢破头。那我就开个价，专宰他们。你这丫头也不知道让着大哥，让了你又不高兴，不让又不高兴，这大哥比棋盘还难伺候。刚回来时大哥还怕你住不惯，现在看来倒是多虑了。自己家何来的住不惯一说？瑶青妹子，上次你教我那几手绣活，我回去试了试。家里那几个嫂子都夸好，她呀，现在教我都嫌我针脚笨，你们倒学得快。我这妹子骑马、绣花、品茶，样样拿得出手。谢文山那没长眼的东西，离了他，咱更自在。1年了，瑶青现在的样子，跟当年在闺阁里那个娇俏爽朗的小姑娘，简直没什么两样。是啊。西北的风养人，更养心。在西北整整1年，我活得通透又自在，那些京城的恩怨，仿佛已是上辈子的事。嫂子，这几日见你总是走神，可是为了孩子们议亲的事犯愁。孟江和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，家里的几个孙辈也到了年纪，回京议亲是大事，得让那些世家看看咱们孟家孩子的风采。也好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可我又放心不下你，怕我们一走，你在西北会受委屈。嫂子啊，别愁了，我跟你们一起回京城。真的，瑶青，你真的愿意一起回去？自然是真的。西北再好，总不能一辈子在这里。再说了，孩子们议亲是大事，我这个姑奶奶怎么能不在场帮着把把关？
动作快点，一定要把路上要用的东西准备的妥妥当当。是，千万不能有遗漏。静安倒是比谁都兴奋。姑奶奶，我听说您要去京城，那边的别院我已经派人快马传信了，让他们提前收拾干净，就等咱们回去。辛苦你了，静安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嘿嘿。曾经逃离，是因为满身伤痕，如今归去，我已心若磐石。京城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姑奶奶，京城世家规矩多，咱们在西北也惯了，议亲时会不会被人挑字儿啊？你怕什么？又不是你一个人去，真要丢脸，咱仨一块儿丢。不怕，真要说起来，京城那些世家要论底子，都未必比得上咱们。有我在，你们只管放心的，谁也不敢小瞧了去。那就好，有姑奶奶坐镇，咱们就当是去京城开开眼。老太君要回来了，快去把主院收拾出来！快，老爷，那院子一直锁着呢，而且那院子里的东西大多都没了，家里的银钱那也得收拾。院里的一草一木都要按当年老太君在的时候那样摆，一点都不能错。还有他喜欢的熏香茶具吃食，要一模一样的。快去！是。等他回来，我们就能和从前一样了。哥哥，母亲真的会原谅我们吗？我们天天守在这里，只要母亲能看严我们的诚意，哪怕是不上朝，我也要在这儿等她回来，求一线生机。谢文山，我在这伺候你这么久，你竟然为了那个河里的女人把我赶出来！滚出去！你以前不是这么对我的。我说滚，别脏了姚青回来的路。如愿的一草一木都要按老太君在的时候那样摆，一点都不能错，不能错。辛苦你们了，1年了，这别院也没怎么变。老太君放心，奴才们日日勤勉，就盼着您回来呢。姚青，你这别院雅致的紧，比咱们西北的大漠落日又是一番景色。嫂子喜欢便好，就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。两位请回吧，姑奶奶说了，一路劳顿需要静养，概不见客。这位小哥，劳烦再通传一声，就说谢子恒带着妹妹来给母亲请安了。说了不见便是不见，请自重。他竟然连侯府的门都不肯进，他这是铁了心要跟我死生不复相见啊！谢文山，你有完没完？我都伺候你多久了？那个女人都跟你和离了，你还在这儿心心念念。你给我住嘴！若不是你，若不是你们，我怎么了？当初是你自个儿求着我进门的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嫂子，这位是林尚书家的夫人，那位是姚青。你这一去西北，整个人活脱脱像变了个模样，竟比我们这些在京里的还要年轻几岁。可不是，这气色，这精神头，当真是让人羡慕的紧。西北风大，但也开阔，心宽了，人自然就轻快了。各位夫人，往后咱们常聚，我这儿还有不少西北的趣事讲给你们听。求求你，通传一声，我要见母亲。不好了，谢家小姐晕倒了，快去禀报老太君！娘，以前是我们不懂事，是我们混账，对不起您。娘，我以前真的错了，在婆家受了委屈才知道，只有您是真心疼我的，求您别不要我。娘，父亲病重，大夫说快不行了，求您去侯府看一眼吧。就算不原谅他，也见最后一面，不然他闭不上眼啊。我对他已无半分情分，可这2个孩子
终究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老太君，您真的决定去了？有些账，总归是要在人死前算清楚的。备车吧，去闽平侯府看看。当年我走时，这里何等庄严，如今竟这般荒凉。娘，府里最近确实疏于管教。个人有个人的造化，府邸亦然。妖精，你来了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。妖精，我错了，你别丢下我。妖精，我知道错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1年多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，后悔当初骗了你。瑶青，能娶你为妻，是我谢文山3生有幸。后悔没有好好待你。我天天都在想，要是能重来一次就好了。要是当初我没有和燕雪来往，好好跟你过日子，我们琴瑟和鸣，现在该是什么样子？我让人修了我们原来的院子，可是侯府现在的情况，我对不住你啊，我对不住你。你不会的。谢文山，你当初求娶我，根本就不是因为喜欢我，而是因为我身后的永义侯府，因为我能给你带来权势。所以就算没有柳燕雪，也会有别的女人。你瞧不上我武将世家的出身，却又渴望风花雪月。重来一次，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。你如今后悔，不过是因为当年的白月光变成了在衣服上的白饭粒，没了我这个垫脚石，过不下去了而已。如果不是我铁了心离开，你到死都会觉得我庸俗强势，觉得我欺负了你那朵白月光。瑶青，我们夫妻40年，你何必说的这么难听？我对你是有感情的，你难道对我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？谢文山，我们成亲40年，你和柳燕雪苟且了40年，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提起感情2字？你最错的不是骗了我40年，是到了现在，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好啊，我说你今天怎么想方设法把我打发去庙里上香？原来是把这个女人叫回来私会。谢文山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孟瑶清，你都跟他和离了，还回这个家干什么？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死缠烂打缠着前夫，就不怕别人笑话吗？燕雪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胡说八道？孟瑶清都被侯爷休了，还回来抢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回来了，也赢不了我。侯爷这辈子最爱的人是我，他跟你在一起40年，不过是看中了你娘家的权势。哼，你就是个永远得不到爱的可怜虫。
文山，你竟然打我！为了孟瑶清这个女人打我，我无名无份跟了你40年，你现在居然为了她打我！闭嘴！我让你滚出去！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了你，毁了我和瑶清一辈子。要不是你，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瑶清，你别走！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回来，我把侯府主母的位置还给你，以后这个家什么都听你的。求你别走，好不好？娘，您别走，您就留下来吧，这个家不能没有您。这个位置我早就不稀罕了，40年前我不稀罕，现在更不稀罕。姨娘管家本就贻笑大方，这侯府终究该由嫡妻正室来掌家。清渊，女子立世终究要靠自己，不用依附任何人。以后侯府的事，你想管就管，不想管就守好孩子，没人能勉强你。娘，我以后一定经常去别院看您，给您尽孝。瑶清，你看这一家书香门第，人品也是极好的。孩子们都大了，咱们得把好关。沈清渊，你想造反吗？母亲临走前说过，这侯府终究该由嫡妻正室掌家，管家权拿来。这是侯爷给我的，你一个晚辈凭什么抢？我现在就去找侯爷做主。侯爷，侯爷！你看看沈氏，他要逼死我呀！够了，滚出去！来人！侯爷，请讲。将柳氏关进偏院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他踏出院子半步。侯爷，侯爷！走。原来打理这个家竟如此艰难，清渊以前是我疏忽了他。瑶清，瑶清。以后府里所有的开支都必须经过我的同意，谁要是再敢中饱私囊、欺上瞒下，直接发卖出去，永不再用。一定要送到江南我兄长手中，快去！柳氏，别费劲儿了，这府里的一只苍蝇，没我的允许都飞不出去。侯爷，叶雪知道错了，叶雪不吃饭了，只求见侯爷一面。你爱吃不吃，饿不死就行，别拿这些事儿来烦我。爱吃不吃，真当自己还是当年的宠妾呢。那时他觉得我好，是因为有孟瑶清扛着重担。没了孟瑶清，他眼里的白月光竟成了粘在衣服上甩不掉的白饭粒。孟瑶清有娘家可回，有底气可走，我呢？江南的兄嫂只把我当摇钱树，谢文山也弃了我，以为赢了爱情，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明华啊，以前是母亲太忙顾不上你，这往后啊，府里的钥匙你拿着一半，辛苦你分担了。是啊，明华妹妹，我就知道你是最能干的。永业侯府出来的姑娘哪能差了？姑奶奶回京可是天大的喜事，妹妹什么时候带咱们也去给孟老夫人请个安？从前因侯府丑闻对我百般羞辱，如今却因母亲和舅舅回京，便换了副嘴脸。娘，您看这兰花剪的可还行？不错，力道匀衡了。女子在婆家不仅要有名望，更要有实权。你的嫁妆铺子，每一笔账都得过自己的眼。娘，以前是女儿糊涂，让您受累了。你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只要你往后能立得住，我就放心了。娘，这是我照着您以前教我的法子做的桂花糕，您尝尝，看看合不合口味。不错。那娘，我以后常来做给你吃。
好。忙活了2个多月，总算是都定下来了。2个孙子定了武将家的姑娘，2个孙女也是书香门第，都是人品端正的好人家。是啊，我这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，整个人都松快了不少。这婚期都定在明年了，接下来这段日子，咱们总算能歇口气了。我这辈子跟着你大哥守在西北，看着边关的雪山草原，日子过得自在，可也有遗憾。嫂子可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年轻的时候就想着，等孩子们都长大了，看看西湖的水，苏州的园林，江南的烟雨。可这一拖就拖到了头发都白了。我前40年困在闽平侯府的4方院子里，为了谢云山，为了儿女，为了那虚伪的脸面，活了一辈子。姚青，等我去江南游历回来，定给你讲讲那边的风光。他骗了我40年。他说去游历，实则是去养外室。我这辈子连江南的边儿都没摸过，竟连他口中的风光是真是假都不知道。嫂子，既然想去，那咱们就去。趁着咱们现在还走得动，就去江南看看，看看你说的西湖，看看苏州的园林，看看这天下的好风光。真的，姚青，你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去？自然是真的，我们就这么定了下来。等孩子们的定亲宴办完，就出发去江南，好好游历一番。大哥，我和嫂子已经决定了，等孩子们定亲宴一过，就启程去江南游历。江南路远，你们2个都一把年纪了，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？我不放心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带着1队亲兵护送奶奶和姑奶奶去江南，保证把他们照顾得妥妥帖帖的，路上绝对不会出半点差错。你若是不信，我拿脑袋担保。888，既然要去，那便去吧。静安，一路上一定要照顾好2位长辈，不许有半点马虎。遇到事儿，第一时间往家里传信。孙儿领命。这些药材要分开放，吃时多备些江南见不到的干货。姑娘，少爷和小姐在别院门口，想见您。母亲，带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想在路上照顾您，给您尽孝，求您给我们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。我这次去江南，是想和我嫂子安安静静的游山玩水，看看风光，不想被别的事打扰。你们的孝心，我心领了。你们该做的是守好闽平侯府，照顾好你们病重的父亲，而不是跟着我去江南。来人，送客。姑奶奶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都准备好了。静安，这次去江南就麻烦你了。终于到了，40年，我骗了他整整40年。姚青，我对不起你，见我最后一面就一面。苏州的绣线果然比京城的细腻。他还是当年的模样，一点都没变。而我却成了这副鬼样子，我有什么脸站在他面前？这个我戴了40年。姚青，给。姚青，此生定不负你。这簪子我戴了10几年，直到他冷落我不再归家，我就将它收起。和离前我找过，没想到竟是被他拿走了。姚青，这是当年我送给你的。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要是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，一定一心一意对你，再也不骗你了。谢文山，人没有下辈子，
这辈子的事儿，这辈子了。你欠我的，下辈子也还不起，也不必还了。往后，我们各自安好，互不相干。你好好过你的日子，我也有我的路要走。已经无力回天了，准备好是吧？不会的。走，快去别院，去求母亲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。开门，快开门！我要见母亲。谢公子、谢小姐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求你通传一声，父亲快不行了。姑奶奶天不亮就带着张老夫人和孟小将军出发去江南了。这是姑奶奶留给二位的。我与谢家的缘分，早在和离书签下的那天就已经尽了。谢文山的后事，我不会参与，也不会过问。你们兄妹好自为之，守好自己的底线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他真的彻底放下了，彻底和谢家割裂了，再也不会回头了。母亲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都说江南春色最温柔，今日亲自踏足，才知传闻半点不假，连风都比京城柔和许多。京城多的是规矩束缚，人心算计，这里有的只是烟火寻常，春风自在。从前是身不由己，如今咱们自由了，喜欢便多看看，往后想要什么玩什么都由自己做主。许久不曾见过这般精巧的手工纸鸢了，倒是生动可爱。尝尝，江南的糖糊甜得很，咱们也尝尝这市井甜的。你看，不过是市井寻常小食，便能让你这般开心。从前一辈子都在为旁人操劳，从未好好善待自己。是啊，从前居在四方宅院，日日琐事缠身，忧心劳神，从未有过这般清闲自在、随心随性的日子。往后便日日如此，山河辽阔，烟火寻常，咱们只管好好享受余生。放慢速度，不必赶路，让二位长臣好好逛逛。是。姑娘，您快看这江南风光，青山绕碧水，桃花映江流，果然是天下一绝，比书中描写的还要动人百倍，当真名不虚传。奴婢还记得早些年侯爷总说要远赴江南游临山水，次次许落空，让您心心念念盼了半生，却始终没能踏出京城半步。如今好了，您终于挣脱束缚，亲自站在了这人间盛月里。是啊，盼了半生，念了半生，如今终于亲眼见到了。姑娘前半生实在太苦了，往后再也不用熬那些长夜，不用操那些闲心，只管好好享福。苦倒也谈不上，只是从前总觉得日子该有一场这样的春色，却被琐事困住，迟迟不得见。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就是及时释怀，从前的遗憾已成过往。好在春光不负人，如今山河辽阔，你终于得偿所愿。最幸运的从不是看见江南春色，而是挣脱桎梏之后，身边还有你们相伴。姑母往后的每一日都会比从前更好，这一路山水，侄儿陪您看遍，岁岁皆安。前40年，我困在京城闵平侯府那一方四方小院里，画地为牢，为丈夫守本分，为儿女筹前程，为侯府撑脸面，日复一日熬过长夜，操碎了心肺，一辈子都在迁就别人，成全别人，唯独从未为自己活过一日。我曾天真以为隐忍退让便能换来一世安稳，穷尽半生才彻底看清，那些所谓的体面，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，是我半生痴念的笑话。夫人，你快看，前面就是扬州城了。我早听闻扬州风光冠绝江南，咱们接下来的行程都安排好了。先游扬州瘦西湖，再去看苏州的古典园林，逛南京的秦淮河，省遍江南所有的名山大川，市井风月。往后的日子无人管束，无人牵绊，我们想停便停，想走便走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姑母放心，此番旅途侄儿全程相伴，咱们慢慢走，慢慢看。甚好，
这人间风月，这天下好风光，咱们慢慢看。